黑海舰队最近实在是太惨了。在紧接着港口遇袭、潜艇被炸之后呢，乌军又盯上了黑海舰队的司令部。有乌军特种部队在社交媒体称，这次袭击呢至少造成了34名俄军官员的死亡，105人受伤。如果情况属实，这对于俄黑海舰队而言无疑是晴天霹雳了。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事情的详细经过。从乌克兰轰炸黑海舰队司令部到现在已经过去好几天了，在经过这几天的统计后呢，乌军对俄军的伤亡数字也在不断更新。有乌军特种部队还特地发推文称，这次袭击呢至少造成了几十名俄军官员的死亡，105人受伤。那么到了9月25号，乌克兰国防部更是宣布，包括俄黑海舰队司令维克托·索科洛夫在内的34名军官已经死亡，黑海舰队总部大楼被严重损毁。下面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这位司令维克多·尼古拉耶维奇·索科洛夫，于1962年4月4号出生于摩尔多瓦共和国宾杰里市，毕业于伏龙芝高等海军学校。从1985到2012年呢，索科洛夫在太平洋舰队任职。在经过多年的战备和学习后呢，他在2016年担任北方舰队副司令，负责指挥北方舰队的一支特遣部队参与俄罗斯在叙利亚内战的军事介入。在执行了为时几个月的行动后，索科洛夫得到了俄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大将的赏识，并随特遣部队返回了俄罗斯北方舰队基地。2020年1月，他辞去了北方舰队副司令职务，担任库涅斯佐夫海军学院校长。在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开始的几个月之后，乌克兰击沉了俄罗斯黑海舰队旗舰导弹巡洋舰莫斯科号，从而导致索科洛夫的前任被免职。到了2022年8月，索科洛夫接任了黑海舰队指挥权，并任命为俄罗斯黑海舰队司令。如果他是真的死于了乌军巡航导弹对俄黑海舰队总部的袭击，那么也意味着他将成为自俄乌军事冲突以来俄军战损的高级军官中军衔最高者，海军上将。对于这个消息俄罗斯方面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回应，只是宣称乌军当天向塞瓦斯托波尔发射了多枚巡航导弹。俄军虽然击落其中5枚，但是还是有导弹击中了黑海舰队司令部的大楼。这个反应也让外界纷纷猜测俄军的司令是否真的在这次袭击中身亡。虽然俄军在事件发生后并未及时解释，但司令身亡的消息也被传播开来。俄罗斯也开展了他们新一轮的报复行动。9月25号，俄军对敖德萨在内的乌境内目标发动了 K300P 堡垒反舰导弹、3M54 巡航导弹和沙赫德136无人机，对乌海军临时总部的敖德萨酒店大楼发起了联合袭击。除此之外呢，俄军还袭击了当地的港口粮仓和海运码头以及军用飞机场等目标。据土耳其媒体报道，在这次袭击中至少造成了乌军120人的失踪。到了这个时候外界已经基本认定俄军司令已经阵亡了。但是到了26号当天，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一则视频却让人们开始怀疑俄司令阵亡消息的真实性了。视频和照片显示，莫斯科最高级海军军官维克多·索科洛夫司令正在参加由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主持的军事领导人视频会议。显然，俄罗斯正在试图澄清关于其司令阵亡的传言，但这个举动却并没有让网友买账，因为在视频中呢还有着许多疑点。比如视频录制的时间、司令本人的举动以及 AI 技术所带来的疑问。尽管俄罗斯和乌克兰有时会夸大敌方的损失，并对自己的损失很少提及，但不少网友认为，如果乌克兰的说法并不属实，俄罗斯要推翻这种说法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如果这位司令真的还活着并且身体健康，那么他应该先站出来澄清自己阵亡的传言，并去慰问那些受伤的士兵，主动去揭穿乌克兰人的谎言，而不是在视频会议下方木着一张脸一动不动。而且我们看视频中呢，这位海军司令的举动更像是一张正在播放的静态照片。除此之外呢，还有人认为现在 AI 换脸技术这么发达，俄罗斯很有可能使用 AI 技术来代替司令参加会议。对于这些疑问，俄罗斯并没有进行进一步解释。不过大兵也可以理解，毕竟人家正处于战争当中，没有必要向外解释自家高级军官当前的身体状态。那么这位俄军司令现状究竟是怎样的？咱们可以通过乌军袭击当天的一些细节来推测一下。
根据乌通社报道，这次袭击呢发生在当地时间9月22号上午12点，打击的目标是位于克里米亚半岛塞瓦斯托波尔港口的俄黑海舰队司令部。乌军呢先是出动侦察无人机，绕过了克里米亚的塔尔汉库特角，在卡察以西设立的巡逻区进行情报探测。在得知黑海舰队高层此时正在楼中开会时，乌军立刻出动了多架苏 -24M 战机，向此地发射了风暴阴影导弹进行打击。据了解，乌克兰空军对俄罗斯黑海舰队总部发动了12次袭击，打击目标是人员、军事装备和武器集中的地区。俄罗斯在当地部署的2套防空导弹系统和4支炮兵部队也遭到了袭击。事后，乌军宣称，在这次袭击中有多枚导弹击中历史悠久的俄黑海舰队总部大楼，造成该楼结构性损伤，以及俄军高层军官的大量伤亡。尽管该报道最初并没有提及俄军司令的名字，但是乌克兰内政部长顾问安东·格拉什辛科却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这位海军上将的名字和照片。随后呢，互联网上就出现了大量的文字以及图片和相关的视频资料，比如克里米亚当地媒体克里米亚之风资讯报也都纷纷表示，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最高指挥官在遭受空袭时死亡，一枚巡航导弹正好击中了他的办公室。除此之外呢，乌克兰方面发布的官方消息称，至少有6名少将以上的俄罗斯将领遇难，这恐怕是自一战以来不到1个月内阵亡高级将领人数最多的一场战争了。在以往的战争中，少将级别的高级将领都是落在后方的位置指挥，即使在前方指挥所呢，也不是最危险的地方，所以高级将领被杀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小。而今天这场俄乌战争，其中呢也掺杂着不少一战时期的堑壕战、阵地战等战术，但在武器技术上已经和一战大不相同了。从战争的形势和情况来看，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风格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代差。俄罗斯还在打老式的机械化战争，而乌克兰已经在北约的帮助下进入信息化战争。而乌军这次之所以能够精准命中大楼，也同样离不开北约的帮助。毕竟此前乌军也使用英法提供的巡航导弹对俄方目标进行了多次打击，但之前呢却没有造成类似本轮空袭的战果。俄军事专家给出的解释是，美国等北约国家对这次打击行动给予了充分的情报支持。根据俄媒报道，在乌军发射导弹之际，美军数架飞机在克里米亚半岛周边抵近侦察，其中包括 P8A 反潜巡逻机、RQ4 全球鹰无人机和 E3 预警机。这一消息呢，也得到了网站 FlightTrader24 的证实。在乌克兰使用苏24发射风暴阴影进行饱和攻击之前，一架美国的 P8A 海神侦察机从西西里岛起飞，并且抵达罗马尼亚上空进行飞行。而 P8A 海神侦察机呢，最大探测距离是550公里，完全可以覆盖俄黑海舰队司令部所在地，为这次袭击事件提供精准的情报和坐标。因此呢，俄军认为在这次空袭中是北约向乌克兰提供了态势信息和情报，并且为乌军发射的导弹进行了中继制导。这个说法呢，其实到现在已经没有意义了，毕竟北约和乌克兰的情报共享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了。反倒是俄军在这场战争中充分暴露了电子战、电子压制的能力不足，这给北约的帮助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毕竟单凭乌克兰的军事力量，就算拥有了众多世界最先进水平的巡航导弹，也不足以对俄军进行精确打击，因为乌军还需要导航数据、坐标数据等关键军事信息的支持。不过北约情报也侧面验证了袭击时俄军高层正在开会的可能性，而乌军发布的那34名俄高级将领阵亡的战绩也会更加真实。这样一来呢，无论俄军司令究竟有没有阵亡，对黑海舰队整体而言都是一个巨大打击。乌克兰那有北约体系支撑的斩首能力呢，也正在让俄军陷入溃败。值得注意的是，这是黑海舰队司令部自开战以来第3次遭遇打击，也是损失最大的一次了。俄黑海舰队司令部最早呢是在去年7月份首次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6人受伤。时隔1个月，到了去年8月，黑海舰队司令部再次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但是没有导致人员伤亡，损失很小。这2次接连的袭击也让俄军十分警惕，加强了司令部周边的防空能力，这也让乌军无法再对其进行有效的空袭。到了乌克兰大反攻发起后呢，随着前线的僵持，空袭能力大涨的乌军再次将目光投向了黑海舰队。但这次乌克兰并未在第一时间就对司令部动手，因为此时乌军还没有这里的确切情报，
并且俄军在黑海上部署的层层防空系统也会让空袭的效果大打折扣。于是乌军在最初针对黑海行动期间，主要是奔着周边的防空系统去的。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乌克兰先后拔除了俄军在克里米亚半岛的 S-400 防空系统、PRED-E 海岸雷达系统以及黑海钻井平台上的雷达，从而让俄军失去了在黑海周边的侦察能力，最终成功团灭了黑海舰队高层。而乌克兰国家通讯社也一改往日的只打不说的习惯，对这次袭击事件公开进行了承认，并且表示会继续攻击，直到黑海舰队彻底被消灭。这次乌军摧毁黑海舰队司令部，从战术上来说呢，是一次漂亮的空袭行动，成功发挥出了风暴阴影的高突防性能的优势，精准摧毁了俄军的重要设施，同时还具备相当大的宣传意义。同时，这次对俄黑海舰队司令部的袭击也暴露出俄军的不足。乌军现在已经开始将进攻时间选在中午而不是夜晚了，一改前2次袭击选在夜晚，说明俄军防空有很大的漏洞，或者内部已经被渗透。在中午12点，俄军海军司令部竟然能被导弹突防，而且很可能这个时刻，俄黑海舰队高层正在开会。显然，俄军从情报到防空都出现了重大问题。而更让乌克兰人振奋的是，拜登政府终于要准备向乌克兰提供装有集束弹头的远程导弹系统，这将使乌军获得更强的火力。9月23号，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向乌方提供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这款武器呢，是乌克兰开战以来最希望得到的武器之一了。先前美国一直在犹豫着，究竟要不要将这款武器送给乌克兰，因为在拥有这款武器后呢，乌军有很大几率对俄境内目标动手。但战争打到现在，乌克兰已经多次打击俄罗斯境内了，乌军的无人机已经成为莫斯科的常客了，因此 ATACMS 也就没有了援助的顾忌。从技术性能来讲， ATACMS 有几个特点：一呢是打击距离相当远，最先进的 Block 2A 型的射程达到了300公里以上，早期的 Block 1型的射程则是在150公里左右。这个射程呢，不仅好于乌克兰的原点，也好于美军给乌克兰的 M30、31。考虑到乌军自行研制的雷霆2型弹道导弹数量较少，因此可以说 ATACMS 在来到乌克兰后，将成为乌军掌握的射程最远的战术导弹，完全有把握在极限射程上从乌控区打到克里米亚大桥，或者打到别尔格罗德州的俄军作战基地。除此之外呢，该导弹的打击威力也比较大，单枚导弹战斗部重量高达560公斤，可以装填980个子弹药，爆炸后杀伤半径15米，对于暴露目标或者轻装甲目标杀伤效能极大。因此乌军在收到 ATACMS 之后，大概率会被用来攻击克里米亚大桥，或者打击顿涅斯克、别尔格罗德境内的目标。当然，打击马里乌波尔和别尔江斯克港口之类的地方也是有可能的，力争敲掉几个政治意义重大的目标，给俄军点颜色看看。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订阅按钮。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